爹娘分府而居，我和姐姐选择衣钵传承。姐姐跟娘成为贵女追捧的驻颜师，我跟了爹，成为日日与尸首打交道的仵作。然而娘亲极为严苛，贵女娇蛮，动辄斥责她。宫中娘娘要求颇高，姐姐在驻颜中失手，使太后变成面瘫，她受尽酷刑，被下了大狱。而我日日被爹夸赞，机缘巧合下跟随大理寺少卿破获了树桩悬案，更是在安王被害一案中获得了大理寺少卿的青眼，被升上赐婚。大婚前夜，我去牢中看望姐姐，她含恨将我杀死。重生后，姐姐拉着爹的胳膊，我愿意跟随爹学习验尸，可她怎知我早就想改变这一切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裴和音的话语一落，我悬起的心才缓缓落地。我双手紧握，克制住内心翻涌的情绪。我知道裴和音也重生了。上一世，裴和音率先拉住了娘亲的手，成为了驻颜师，而我被仵作爹爹带走，成日与尸体为伍。经过了数年苦学，裴和音接替了娘的位置，进入了京城的贵族圈，游走在无数贵女身侧。原本以为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实现，贵女们家世显贵，只当姐姐是寻常伺候的奴婢。心情不好时，言语讥讽也是不少的，心情好时就赏赐些金银珠玉。宫里的公主娘娘们就更不好伺候，争宠的手段层出不穷，姐姐数次被当成陷害他人的武器。后来她再一次为太后娘娘施针的时候出了差错，使太后娘娘成了面瘫，裴和音成为阶下囚，受尽酷刑。而我从最底层的仵作做起，查到了不少线索，成为破案的关键，引起了大理寺少卿薛君瑶的注意，将我带在身边。在安王被害一案中，我再次协助破案，得了薛君瑶的青眼。他在受赏时满目深情地望向我，什么都不要，只想要娶我为妻。圣上赐婚，无上殊荣。我成为了京中贵女艳羡的第一人。裴和音买通狱卒，提出要见我一面。在我们见面时，他凑近我耳畔，一口咬住了我的脖子，鲜血喷溅在他满是癫狂之色的脸上。他的唇齿之间满是我的鲜血，望着我捂着脖子的可怜样子，恍若从地狱爬出的恶鬼。被狱卒乱棍打死时，他依旧带着得逞的笑容。他嘴唇轻启，裴和韵，我们一起死吧。我们一起死了，又一起重生在了选择衣钵传承的这一日。裴和音上前拉住爹的衣袖，轻轻摇晃，眼睛里满是如沐。爹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学验尸，你就教我吧。我爹的面上出现惊喜之色。从前，裴和音从不与他亲近，嫌弃他身上有尸体的臭味。哪怕爹每次回家前都沐浴更衣，他依旧不愿意与他亲近。他喜欢日日跟在精致美丽的娘亲身边。日子久了，爹反而更喜欢这个娇气的女儿，甚至花了更多的心思讨好她。眼下，他甚至没有等我娘和我的决定，就马上下了决定。既然和音喜欢，那爹爹一定好好教你。和韵，你就跟着你娘学习驻颜吧。他宽大的手掌握着裴和音的小手，笑得十分开怀，迫不及待就拉着裴和音出门，要去看他的宝贝。想到他的宝贝，我的心里涌现出一股恶心的感觉。路过我的身旁，裴和音还得意地对我笑：妹妹，这一次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喽。他神色中带着些许试探，我装作一脸茫然不知。他的神色明显十分满意，开开心心地跟着爹出门。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想要世人的称赞，大理寺少卿薛君瑶的青眼，甚至是圣上的赐婚。娘亲柔弱无骨的手将我的手握住，温润如玉的手感传来，娘亲美丽的面容十分柔和。我回握她的手，心中一片温暖。我的手被桑蚕丝层层包裹着，数名侍女在一旁伺候我。眼前是一片花圃，各种各样的珍奇花卉开得极好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吹着带着花香的微风。一阵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，伴随着咳嗽声。裴和音不停地呕吐，眼眶发红，眼里溢满了泪水，脸上一片苍白。酸臭的味道袭来，这个花园不能再待了。自从我和裴和音各自选择了要传承的衣钵后，我时常能遇见他，他总能精准地知道我的位置，跑到我的面前呕吐。
他是故意的。裴府很大，爹娘将整个府邸分成了2半。爹的那一半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宅院，里面常年备满了冰，走至院外就能感受到彻骨的寒冷。院外种植着各种奇怪的植被，一株株被隔开。而娘的这边是精致的楼阁小院，随处可见珍奇花卉，小桥流水。两人泾渭分明，中间隔着的距离都修建了流动的小桥流水。裴和英为了恶心我，日日一路跑过来，就是为了吐在我眼前，恶心我。侍女给我戴上面纱，清淡的气味袭来，一点异味都闻不到了。我轻声开口：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肠胃不适？要不要我给你请大夫看一看？我眉眼带着笑意，似乎是真的在关心他。自从他跟着爹走了后，已经开始接触了爹爹的宝贝，那藏匿在地下府邸的，常年背着冰块的残肢断臂。爹的京城最好的仵作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人的部位用来研究。他将人体的各个部位，包括人体内的脏器，用特制的药水浸泡，加上低温，能保持不腐，又能清楚地看清楚脉络走向。前世我可是跟着爹好几个月，他才不情不愿地带着我进入地下宅邸。那时我也很想吐，那种恐惧和恶心的感觉，我将手指掐入掌心，鲜血淋漓才克制住。就这样，才得到了爹一个略微满意的眼神。裴英和眼神落在我包裹的手上，用袖子胡乱擦拭了眼角的泪花。你又好到哪里去？如同万只蚂蚁啃噬的痛痒感，可还好受？你的手以后会变成一个摆设，再不能弹琴作画，只能伺候人。想要成为驻颜师，第一步就是需要一双柔弱无骨的白嫩双手。这双手需要先用特制药物日日包裹，手指会变得柔软，肌肤恢复成婴孩般柔嫩。而这个过程会疼痒难耐，极少有人能坚持到底。就算坚持到底了，此后这双手也需日日精心养护，琴棋书画皆是无缘。我看着包裹严实的双手，不是赶袭来，我却并不觉得多么难以忍受。毕竟，比起被尸虫一寸寸爬过的黏腻感，被尸水腐蚀出的瘢痕，这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裴和英还要再说，我朝着他身后看去。爹爹来找你了。裴和英瞬间不说话了，脸色更加苍白，眼里涌现出恐惧之色。爹爹带着怒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和音，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？裴和音摆出一副笑脸：爹，是妹妹，她叫我过来的。爹不满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也露出一个笑。姐姐应该很好奇驻颜术吧，她可是日日都要来看的。裴和音声音极大的辩解：我没有，我才不愿意学习什么伺候人的驻颜术。他的话语取悦了我爹，他对着裴和音的怒气马上就消除了，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何韵，你少污蔑你姐姐。我爹其实一直并不喜欢我，我爹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传承他的衣钵。裴英和的出生带着他第一次当父亲的欣喜，而我的出生便是失落了。而后我娘一直未孕，那种失落在看见我时变成了不喜。她觉得是我的出生害我娘伤了身子，不再适合有孕。一点都不提，她在我娘身子还没有养好，就与她同房让她有孕。我爹的偏疼让裴和音得意，他冲我扬眉：你跟娘一样，就爱做这些伺候人的活，当贵人的奴婢。一转身，娘就站在不远处望着他，面色平静。裴和音和爹的身影走远，娘才轻声开口：你若是不愿，也可以当个寻常女子，娘养得起你。这条路的确是苦了些。我摇摇头，我并不觉得苦，并且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。那些人还在等我，大概是为了向爹表忠心。裴和音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眼前恶心我，也不枉我那日特意派人将爹引来。没有了裴和音的骚扰，我更为专注地学习着驻颜术。双手缠绕的49日内，我将花园内的花卉种类、用法功效全部记下，又将人体的穴位图没有半分偏差的记下。驻颜与医术相成，我特意让娘给我找了一个医术高超的女大夫入府教导。裴和音大张旗鼓地找了名师学习琴棋书画的时候，我在侍女的翻书下研读了一本本医书。一转眼过去了8年，裴和音在不触碰尸首的情况下破获了强盗灭门案时，
我才堪堪能用金针在我自己身上落下。裴和音以白衣仵作出名时，我在娘的陪同下完成了第一次单独的驻颜。我们在裴府门口遇见，她穿着一身白衣，一张脸清丽可人，带着薄薄的脂粉，长发用玉簪挽起，露出洁白的脖颈。身后跟着2位老人，手里拿着菜篮子，篮子里满是鲜嫩的蔬菜。裴和音面上带着笑意，将眼底的不耐掩藏，在老人跪地千恩万谢时，微微颔首，高高在上的模样。入了府后，他一脸嫌弃地将菜丢在地上，拿出手绢将手指擦拭干净。他的双手依旧白皙，嘴里不停地抱怨，真是一群穷鬼，还在我身边凑，真晦气。瞥见我站在一旁，他讥讽出声：“你这是伺候人回来了？”他上下打量我，目光落在我脸上的时候，眼里满是嫉妒。驻颜术的运用，首先就在自己身上做实验。原本我就比她好看的容貌，如今更胜，哪怕不施粉黛，也是面若桃花。她看着跟在我身后，双手空空的侍女，语气十分幸灾乐祸：“怎么了？连赏赐都没有得到？你怎么这般没用？看来娘的手艺是要砸在你手里了。”她步履欢快地离开，但她不知道的是我主动拒绝了金银的酬劳，只要了一本书。一本读书。我的驻颜术越来越好，开始出入宫中，为各宫的贵人驻颜。宫中贵人要求颇高，我小心谨慎，并不多言。也有几次想从我手中下手毒害其他嫔妃的事情发生，被我发现后，直接再也不去他的宫中，并在他告状时，明确将事情告知给皇后与太后。我并不讨好哪位受宠的娘娘，也并不鄙夷哪位失宠的娘娘。时日久了，也没人再为难我，言语之间也多了几分尊重。随着我的名声大显，我被安王重金请入府中为他后宅的女眷驻颜。安王是当今圣上最小的弟弟，他能文善武，又长了一副极为俊朗的面容，一双桃花眼深情的让人沉沦。这样一位权势地位皆有的人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夫婿人选。但安王最大的爱好就是美人，除了正妃外，他还从各地带回来一些女子，甚至将她们按照24节气命名。他曾经放言出去，要将这24节气集满。一时之间，男子皆是笑言安王的风流多情，而女子却不愿意与安王扯上关系。我望着站在我眼前的一排女子，或明艳，或清丽，或娇憨，每个女子都有她们独特的美，哪怕她们皆是冷着一张脸。她们站在园子内，就将整个园子的春色映衬得黯然失色。为首的女子是安王妃崔义清，她母家是清河崔氏，是安王曾经用功勋换来的王妃。待到安王离开，崔义清冷着一张脸：“我们不需要驻颜，你回去吧。钱财我会派人送到府上，王爷那边我也会去禀告。”我从一旁剪下一枝盛开的桃花，一根枝上绽放着5朵盛开的花。又从袖中拿出一支街边剪下的桃花，枝条旁一斜出，2朵花带着几个粉嫩的骨朵。王府的花美则美矣，却被拘在这一方院子里，哪怕日日被人照看，也不能自由地开出自己的形状。枝条长了会被修剪，花朵羸弱会被摘除，真是可惜了。它们本该开出自己的模样。我上前拉住崔义清的手，缓步向着屋内走去。安王送来的酬劳比预期的还要丰厚，他让侍从带着礼物在城内绕了几圈，浩浩荡荡地送进了裴府。安王的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，在前厅喝茶。爹娘坐在下手，娘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爹的脸上带着装出来的笑容。裴和音就是在这时带着薛君瑶进来的。见到安王的一瞬间，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片刻，转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。妹妹这是入了安王的眼，那日后是不是再见都难了？说完，他还捂嘴笑起来。谁不知道呢？安王将自己府中的女眷看得极重，极少有人能见到他们外出。便是外出了，也是由安王陪在身侧，衣着华贵，不许靠近。安王的桃花眼落在裴和音身上，有理且疏离，端地是一副君子模样。其实我知道，安王是根本没有看裴和音。既然裴府有家事，小王就不多叨扰了。他望向我：“裴姑娘真是厉害，小满今日对本王笑了。”
日后还请裴姑娘多多来府里驻颜。安王离开后，裴和音也顾不得挤兑我，迫不及待地对着爹娘开口：爹娘，我想成亲了。他将薛君瑶拉到身前，我再一次见到了薛君瑶，这个前世与我一起查案，差点成为我夫君的男子。他的目光温柔缱绻地落在裴和音身上，可真是让人恶心，这副道貌岸然的模样。裴和音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一脸戒备地挡在薛君瑶身前，不满地对我开口：裴和韵，你还在这里干嘛？你一个未嫁之女，在这里合适吗？我识趣地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娘的声音：你想好了吗？裴和音娇羞的声音响起：我想好了，我愿意嫁给君瑶哥哥，成为他的妻子。薛家并没有因为裴家是平民就苛待半分，一切流程皆是十分重视。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一个极好的日子，裴和音风光出嫁，嫁给了她上一世就爱慕的男子。裴和音嫁入薛家后，不再时常跟着薛君瑶外出办案，除了偶尔的几起悬案，他会一身白衣出现在现场，遥遥望一眼尸首，就道出了凶手。薛君瑶因此官运畅通，数次被嘉奖，待裴和音也越发好了。可裴和音真的会破案吗？或者是他真的会验尸吗？安王死了，七窍流血而亡。那一夜，他没有宠幸府里任何一个姑娘，一个人死在书房里。圣上震怒，下令大理寺查明真相。王府等一众女眷被圈禁在府邸里，不得外出。而我因刚好到王府驻颜，也被留下。裴和音对着安王的尸体看了又看，手指指向站在一旁抹眼泪的安王妃身上，是他杀了安王。崔义清的泪水悬在脸上。薛夫人此话有何凭据吗？你怎么可以空口白牙就诬赖是我杀了王爷？我一个女子，且不说手无缚鸡之力，根本打不过王爷。王爷身旁围绕着那么多暗卫，也不是瞎子。我若是下毒，也不可能毫无察觉。且王爷的吃穿住行，皆是有人层层查验，日日的饮食，皆是有人尝过。王府的管家与暗卫也一一现身，站在一侧。安王此人极为小心谨慎，就算是宠幸女子，都有几个暗卫时刻看着。崔义清的回答滴水不漏，又有暗卫与管家作证，且安王死前3日根本没有到过安王妃的院子。裴和音拿不出证据，却十分肯定就是王妃下的手。薛君瑶在一旁思虑良久，还是咬牙去王妃院内搜查，将王妃的院子翻得底朝天。毕竟曾经很多次，裴和音都是如此，能在看一眼的情况下就能指认出凶手。然而这一次，搜查的人里里外外在王妃的院子里查了好几遍，一无所获。薛君瑶又下令将整个王府所有的房间都搜查了，依旧一无所获。崔义清听到衙役的禀报，决然出声：王爷，妾身随你去吧。他几步就要朝着柱子撞去，离他最近的小满一把拉住他：王爷，妾身先来陪你。谷雨挡在小满身前，大声哭泣：王爷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哪个天杀的？我可怎么办呀？你走了，人人便可以欺辱我们了。一时之间，满屋子的女眷整齐哭出声，一个个闹着要薛君瑶杀了他们，拉扯着要往他的刀口上撞。薛君瑶被一群女子围着，哭闹得头疼。这群女子中，不是身后站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清河崔家，就是别国公主，再不济都是清白人家出身的良家女子。要是全部死了，那她也别活了。裴和清被拉出屋子的时候，还嚷嚷着崔义清就是凶手。薛君瑶忍无可忍的一巴掌扇过去：闭嘴，你有证据吗？裴和清不可置信地捂着自己一片通红的脸，来来回回查了几个月，依旧一无所获。薛君瑶因为在查案的过程中太过于放肆而被停职，安王案成为了悬案，一切尘埃落定。崔家利用人言施压，崔义清被恩准可以归家。崔家派人前来接崔义清，我和节气姑娘们一起送到城外。崔义清眉眼间的冷意散尽，他问我：裴姑娘，你为什么帮我们？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呢？我看着眼前变得鲜活的崔义清，
周围的节气姑娘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她们有一些人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名字，愿意离开的随时可以离开。天地那么大，他们会有各自的精彩。前世安王也死了，死于中毒，而我是唯一发现的人。安王身上的抓痕，抓痕上的红色粉末，崔义清红色扣单下的一点的红。安王此人从来不是良配，他结识了无数貌美的女子，用情爱编织了一张网，将人哄骗入府。原本自由的姑娘就成了困在方寸之地的摆设。前世他们在我眼前脱下衣服，那些隐藏在衣服之下极其隐匿的伤痕，是他们知道被哄骗后不再愿意配合的惩罚。鞭打、针扎、刻痕，那些屈辱的痕迹落在不能启齿的地方。他们被禁锢在安王府，只能互相取暖。最终他们想要杀了他，他们的一切日常全部有人打理。那指缝中的一点的毒药，他们找了5年。那一夜，王妃半推半就地从了安王，指甲划破了安王的肌肤。我知道了他们的故事，我将一切告诉了薛君瑶，想要寻求他的帮助，却忽略了他眼里的兴奋。我还没想好办法，他就将一切上报。崔义清悬梁自尽，王府内的女子皆被绞杀。我在那一日拿到了赐婚的圣旨，眼前是一群女子视死如归的平淡模样，甚至隐约有解脱的快意。薛君瑶举着带来的赐婚圣旨让我恶心，明明是他们被囚禁、被欺骗、被困在院子里，他们唯一一次的反击，杀了仇人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可薛君瑶只是为了自己的青云直上，就像这道赐婚圣旨，也只是他在数次表明心意后被我拒绝后的先斩后奏。前世种种都过去了，我想要改写的命运也被我改写。这一次毒药是我带进去的，在我送进去的口汁中整整18盒，颜色各异，又十分适合他们的口汁。口汁被验过，无毒。有毒的是18种口汁的集合。我用驻颜术将它们的容颜变得更加娇艳，它们的一颦一笑让安王着迷。他以为是他重金找来的驻颜术让他们开怀，却不知那是自由的召唤。他日日游走在这些美人身边，一次次唇齿交缠间，那些毒一种种蓄积在他体内，直至无法回天。我对着崔清逸微笑，因为我也是女子，同为女子，理应互助。就算在这黄泉之下，依旧烈焰如红颜。裴和音刺伤了娘的手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娘的手正在包扎。裴和音将带血的发簪插回头上，笑得一脸疯狂。娘，你可不能偏心，不能帮我，也别想帮妹妹。我招呼着侍女将娘带去看大夫，对着裴和音的脸就是一巴掌。你是故意的。裴和音的脸红了一大片，他的眼里变得恶毒。我是故意的呀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也是重生的。安王的事情就是你搞的鬼，你想害我，再帮那群贱人脱罪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他嘴角勾起愉悦的弧度。太后那个老妖婆会怎样对你呢？那些刑具会用在你身上，将你的皮肉打烂，你会像狗一样蜷缩在角落里。到时我也会去看你的，我的好妹妹。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。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手，毕竟我还想看你跌入泥泞呢。娘的手是被你废的。我问的是上辈子。娘的手被废了，传闻是意外所致。自此后，她的手不仅拿不了金针，就连普通的驻颜都做不到了。上辈子我也有所怀疑，娘却闭口不谈。裴和音点头，理所当然的语气。谁叫他看不起我？明明我的技法全是他所教，他却迟迟不愿意让我为太后施针。他鸡蛋里挑骨头，就是不愿意放手。既然如此，只有他的手不能再用了，我才能出头。他的声音如同罂粟花毒一般。这一次，娘的手我帮你废了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哦。地上还溅落着娘的血迹。裴和音的身影逐渐远去。我走进内堂，娘的手已经上了药被包裹。因着失血过多，娘的脸色有些苍白。我的眼眶发红。娘笑得一脸温柔。娘没事。太后宣召的人入府时，我已经准备好。娘轻一遍遍拉着我的手，说着注意事项。
这些关心的话语，在裴和英看来是娘亲对他的捆绑，对我来说却是亲人的关心。来到太后宫中，太后正躺在榻上。太后其实很年轻，肌肤光滑细腻，一点也看不出年龄。焚香净手后，我将金针摆出。太后娘娘一直用的是驻颜术的逆转针法，此针法对于力度和穴位的把控极为苛刻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极大的后果，且在施针的时候会极为疼痛。但它却是驻颜效果最好的，可以留住肌肤最好的状态。这个世上能完整的运用这套针的只有我娘一人，现在只剩下我了。第一根金针落下，太后发出一声轻呼。第4针落下的时候，她已经满头都是汗珠。我的第5针没有落在原本的位置，一旁的工人吓得惊呼，连忙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嘴。我恍若未闻，双手不停地将针落下。2个时辰后，我将最后一根针收起，汗已经将衣衫全部浸湿。太后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脸，笑得十分满意。你的手艺很好，以后就由你来给我施针吧。我行礼退在一旁，眉眼低垂。太后放下镜子，一脚将刚才惊呼的宫女踹倒。你刚叫什么？那宫女战战兢兢地磕头。裴姑娘，裴姑娘多施了一针。我跪下回禀，此针是由我和娘改良出来的，可以减少施针的疼痛，且不会影响功效。我抬起头，我认为美丽是一种本能，不该伴随着痛苦。太后的声音从上首传来，前朝对哀家驻颜一事颇有微词，先帝去了，那些男人就认为我该一蹶不振，最好是面容枯槁，随着先帝一同去了。他们说的不对，女子爱惜自己的容颜，若是非要说是为了取悦何人，民女觉得是为了取悦自己。其实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并不合理。男人们总以为女子养颜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垂怜，其实大部分的女子皆不是如此。就算在后宫中，大部分女子也是因为爱自己才驻颜。爱人如养花，她们真爱自己，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并没有问题。这其实也是我娘驻颜的初心。我的话显然取悦了太后。你这个小丫头倒是很会说话，哀家很喜欢你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我磕头行礼，我想要爹娘和离，各自婚嫁，重觅良人。其实爹娘的婚姻是一句戏言。那时我爹在一个案子中得了极大的功劳。圣上问我爹想要什么赏赐，我爹3代皆是仵作，唯独到了我爹这一代祖坟冒了青烟，我爹出头了。我爹前半生清苦，嗫嚅了半晌，答了一句，想要一套大宅子，常年有宾的大宅子。其实我爹是想要一座宅子，可以放他的宝贝。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尸首。而圣上见我爹长得清俊，看着也十分老实，以为他是要一个家，就将我娘赐婚给了他。于是美人驻颜师和清俊仵作就成了亲。可他们从来都不相爱。我娘惧怕那些残肢断臂，我爹看不上我娘整日折腾自己的脸。2人被一纸赐婚圣旨捆绑，成就了一段怨偶。而我娘那时其实早已有心上人。我将和离圣旨带回去的时候，我娘红了眼睛。我爹起初并不愿意，他认为就算分开，也该是他将我娘休弃。我好言好语送走了宣旨的公公，对上我爹愤怒的目光。爹，和离后，这个宅子都是你的，娘亲没办法再有孕，你却可以再娶。到时你生个儿子出来，从小就继承衣钵，难道不比等着裴和英肚子里的好？薛家是高门，到时怕不愿意将孩子送来。我爹的脸色转化为欣喜，对着我露出了第一个真心的好脸色。和离还是休弃，对他来说不过是面子上的事情，儿子那可是切实的好处。之前我娘生不了，他也不敢顶着赐婚的名头再找，眼下他自由了。我接手了娘的一切，他因着手伤向太后请辞。娘说世界那么大，她想去看看。可我知道有人一直在等她，数十年如一日地站在原地等着她。娘亲离开的前一夜，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娘亲的眼里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她手上的纱布已经取下，一道狰狞的伤痕落在手上。我有些心疼，轻轻地抚摸。娘，值得吗？我早就知道裴和英会对娘下手，原本是打算假意弄伤，等待着和离后再用手伤为借口离京。
到时候天高海阔，谁还会在意他的手是否还能失真？娘亲抚上我的脸，傻孩子，娘怎么能留下破绽呢？何音那孩子要是知道我的手没事，一定会想通其中关键，到时他一定会以此做文章。你留在京中本就艰难，娘不愿再拖累你。我靠在娘的肩膀上，温暖的馨香一阵阵袭来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这一世，我切实地感受到了，不同于前世，我爹对于我的夸赞，是需要我面对残肢面不改色，是需要我将手伸向尸虫，是认为我应该嫁给薛君瑶，是觉得女子该以男子为重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裴和音，是他派人将我绑去了殓房，他带我推到一个尸体旁，语气高高在上：你快验尸，帮我查明这件案子。我从地上爬起，用手拂掉身上的土。是你跟爹学的验尸，我哪里会？裴和音言语带着不耐：你别废话了，这里只剩下我和你了。要不是你让爹娘和离，又撺掇着爹去生儿子，我会找你。你要是不想永远留在这里，你就赶紧给我验尸。我眼神落在他身上，带着洞悉。所以，其实你并不会验尸吧？裴和音的手太干净了，绝不是日日苦学验尸的样子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和爹达成了合作，他攀上薛君瑶，等日后生个儿子出来，就从小跟着爹学验尸。他带着前世的记忆，破了我前世的案，提前嫁给了薛君瑶。原本他该在安王案中大放异彩，将功劳都给薛君瑶，从此好好当他的贵夫人。按照他的计划，破了安王案，薛君瑶就该升官了，到时一切都可以隐瞒过去。他再也不需要当仵作，就算有什么事情，还有爹爹可以帮他。可惜现在安王案成了悬案，薛君瑶官位被降，急需功劳，而爹爹忙着生儿子，根本不见他。他才将主意打在我身上，可惜了，他要失算了。下一刻，关上的门被一脚踹开，薛君瑶一巴掌打在裴和音脸上：给你几个胆子，你敢绑了裴姑娘？太后娘娘找人问到了姑母那里，你这个蠢妇，是不是要害死薛家？似乎犹为不足，薛君瑶还上前踢了他一脚。我被恭恭敬敬地迎出殓房，裴和音吼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裴和运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贱人，你就不怕午夜梦回冤魂找你索命吗？我回首对着他笑，用口型对他说：我这不是来找你索命了，没有了我爹的帮助，裴和音也帮不上任何忙。薛君瑶的仕途十分困难，他原本也不是一个什么厉害人物，因着姑母是皇后，给他求来了一官半职。他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，却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上辈子他盯上了我，而这辈子是裴和音，所以裴和音在展露出自己的才能时，他才会迫不及待将他娶过门。眼下他已经习惯了被人夸赞，根本没办法好好查案。没多少时日，他就再次被撤职。皇后娘娘嫌他不争气，也不再帮他。地位的落差让他染上酒瘾，动辄打骂裴和音。原本裴和音怀孕了，也被他酒后拳打脚踢落了胎。听闻他日日过得生不如死，嚷嚷着一切都怪我，是我害他。可是我真的害了他吗？是他自己选择了将一切记在一个男子的身上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薛君瑶的心。重来一次，他本可以选择开始自己新的人生，是他自己想要走捷径，只是谎言带来的也全是谎言。我从未爱慕过薛君瑶，裴和音万般算计，皆是一场空，而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他从来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也从未将他当为对手。我只想过好我的日子，护好我要护的人。将娘亲从江南送来的蜜饯放进嘴中，口舌瞬间生津。楼外有女子呼唤的声音，我走出门，是曾经那群姑娘，她们站在阳光下，发丝都在发光。裴姑娘，听闻你的月几楼开业，我们特意来投奔你。众人说说笑笑走入楼内，金色的牌匾3个大字：月几楼。这里面的几是自己，我们要取悦的也从来只有自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
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